0.999無限循環等不等于1？有人说0.9无限循環就等于1，而且直接就給出了證明的方法，說你看1/3是不是0.3的無限循環？是。那0.3的無限循環乘上3，是不是就等於0.9的無限循環？那1/3乘3是不是等於？所以0.9的無限循環就等於1。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這個理論在實數體系裡，0.9無限循環確實它就等於1，因為實數是連續的，1和0.9無限循環之間再沒有別的實數了，找不到了。那它又是連續的，那0.9無限循環可不就等於1了？為什麼有人會認為0.9無限循環小於1呢？因為從日常經驗上來感覺，它確實是比1小那麼一點點，小了多少呢？小了一個無窮小。那無窮小到底存不存在？你要說存在的話，那你把它找出來，你找不出來，因為你但凡把這個數寫下來，你就一定能找到一個比它還小的數，對不对？对，無窮小壓根兒它就不是實數。我們感覺0.9無限循環小於1是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的，但是在數學中，有時候經驗並不是真實的，推理和證明更加可靠。因為數學的很多根基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比方說我們說零維是一個點，一個什麼點呢？沒有空間，沒有物質，一切皆無的點。那既然一切皆無，這個點又從哪來？這個東西我們只能靠想象才知道。對，1維是一條線，一條沒有寬度的線。這條線它在現實裡存在嗎？也不存在。你拿0.5毫米畫出來的線，那它的寬度就是0.5毫米。2維是一個面，一個沒有厚度的面，現實裡依然沒有。再舉個例子啊，比方說圓形，從圓心到邊的距離永遠相等的叫做圓。那我們現實中有這樣一個東西，就算你拿圓規畫出來一個，當你把它放大到一定程度之後，你還是會發現這個圓它是不完美的。有人可能覺得我太較真了，其實不是我較真，是數學本身就很較真。而它真正較真的很多東西呢，又是我們現實中根本沒有的東西，給人感覺數學好像有些時候有點偏唯心主義。數學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似乎具有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力量。而這種全知全能的特徵呢，我們通常只在描述神明的時候會用到，甚至你可以說它是宇宙的通用語言。也許未來真的找到了外星人，可能我們與外星智慧生命唯一的共同概念，估計就是數學概念了。畢達哥拉斯認為呢，萬物的始基不是可以感知的具體物，而是抽象的數，數才是萬物的始基。數支配着世界，數包含着萬物的實質。所以神奇的一點就是，我們怎麼能通過意識想象出來一個我們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東西？難道我們的意識和我們的身體並不屬于一個世界嗎？我們以前講過一些，就是意識做出了一些不符合我們現實世界邏輯的事情，還討論過哲學僵屍問題。今天呢，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聊，就是升級版的薛定諤的貓。原版的大部分朋友應該聽過，但是為了照顧少部分朋友呢，我們就簡潔的說一下，就是在一個箱子裡裝了一個靠雷衰變來控制的毒氣瓶，如果雷發生了衰變，就會觸發機關打碎裝有毒氣的瓶子，貓就會死。如果雷不發生衰變，那貓就存活。這個過程中雷的衰變與否是一個概率問題。那根據量子力學理論，由於放射性的雷處於衰變和沒有衰變的兩種疊加狀態，那麼貓就應該處於死貓和活貓的疊加狀態。你想要知道貓到底死沒死，你就得打開來觀測。當你觀測的那一瞬間，物質以粒子形式表現後，才能確定貓構成的波函數有疊加態，立即從兩個可能性探索到一個最終答案上。那貓既死又活的狀態是不符合逻輯的，但是這個實驗它就是想要求證觀察者介入時量子的存在形式。那麼這個觀察者是誰呢？它可以是人，那能不能是小貓小狗？能不能是個機器人？微觀和宏觀的邊界又在哪裡？這個時候就有人說了，觀察者必須是一個意識，這就衍生出了薛定諤的貓的升級版。就是說，既然觀察者的介入會影響結果，那麼如果我現在找一個助手，這個助手戴上防毒面具，和那只貓一起被關在這個箱子，我通過打電話的方式詢問我的助手，這只貓是死還是活。那麼我的助手在我沒有給他打電話之前，是不是能看到這只貓既死又活的一個狀態呢？而且以量子力學的規則來看，我的這個助手在我打電話給他之前，從我的角度来說，他是不是也是處於一種包含了各种實驗可能性的疊加態？对啊，這聽起來跟神經病一樣。但是如果幫我觀測的不是我的助手，而是一台機器的話，如果我說這台機器當時處於一個疊加態，那是不是就更容易接受了？所以冯諾依曼的觀點就是意識導致了波函數的探索，我的助手是觀察他的第一個意識，所以這個意識已經影響了實驗結果，所以我的助手觀測到的時候，這個波函數已經坍縮了。也就是說，在冯諾依曼心裡意識就是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邊界。那照這個說法來看的話，宇宙的誕生其實決定於第一意識，第一意識看了一眼之後，那整個宇宙才確定了下來。也就是說，在第一意識看之前，宇宙是有很多種可能存在的狀態的。如果意識和我們處於同一個世界的話，那這個第一意識應該也有疊加態。
那我們現在假設兩個疊加態宇宙 A 和 B， 再假設兩個與之相對應的疊加態意識1和2。那麼請問 A 和 B 哪一個才是客觀存在的世界？1和2哪一個才是客觀存在的意識？如果没有疊加態的話，那它不就是脫離物質世界的存在嗎？今天開始給大家講一本書書名叫做《被禁止的歷史》，涉及科技、外星人干預和被隱瞞的文明起源真相。作者是 J. 道格拉斯·凱尼恩。內容對正統科學提出挑戰的同時也遭受到了大量的非議。原因就是它帶來的衝擊力太大了。凱尼恩開篇就在炮轟進化論。我感覺這個理論挺對的呀。進化論的理論基礎就是地球上的生命進化是通過一系列生物變化達成的，這些生物變化則是自然選擇和隨機基因突變共同起作用的結果。這些理論的出現震動了整個學術界和宗教界。之後那些按照聖經教導解釋所有对自然现象的理解被從權威的寶座上拉了下來，他們不再是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戰的了，徹底將人們的思想解放出來。但是這套理論達爾文自己也很清楚地意識到它存在着缺陷。直到現在，進化論仍然只是一種假說，它可能是唯一一種在還沒有被科學嚴密論證的情況下就在世界範圍内廣泛傳播的教育理論。那這個要怎么嚴密論證？那就是找化石嘛，找那种能夠證明存在過過渡物種的化石。我們發現了早期已經滅絕的靈長類化石、猿人化石、穴居人化石、智人化石，但始終沒有發現任何能把猿和人類聯繫起來的化石。哎，對哦，就是1974年，約翰遜及其法國同事發現了露西。露西和他的同類被稱作南方古猿。新聞界將露西稱為我們所有人類的母親，並稱這就是猿類與人類之間缺失的那一環。但是很多人類學家指出即使是森林古猿露西，也很難和一種猴子或者已經滅絕的猿類區分開。自從進化論出現以來的126年裡，無數科學家都在熱衷於找到缺失的一環，甚至還鬧出過好幾次笑話。對，比如之前我們講的那個神秘人頭骨。對，我們說到的皮爾唐人騙局，有人拿人類的顱骨和猿類的頜骨拼出了一個號稱猿類進化到人的中間物種，而全世界信了這個化石40年，這也是整個英國考古界的醜聞。看過那期視頻的朋友有沒有想過，這麼荒唐的一件事情是怎麼在那些專業過硬、能力出众的科学家身上出現？1996年2月 ，NBC 拍攝了一個叫做《人類起源之謎》的紀錄片，揭露了科學機構內的某種知識過濾現象，一種更樂意接受教條而對某些證據視而不見的現象，只因為這些證據不支持傳統學說。一些觀點被禁止的原因是因為它觸犯了一個牢固的信仰體系。而挑戰教條的科學家最終發現，他們不僅僅是被排除在論戰之外，甚至還有可能因此失去工作。這種事兒不是很常見嗎？就有很多人就是我發明了，但是別人接受不了，然後他就被排擠在外邊，然後最後發現他是對的，對吧？1966年，考古學家弗吉尼亞·斯蒂恩和幾名同事被徵召去判斷2個位於墨西哥的古代遺址的年代。斯蒂恩使用了4種被業界廣泛接受的斷代法，結果顯示，這些古蹟的真實年代居然在25萬年以前，直接否認了公認的人類存在年代。那為什麼我沒聽說過這麼大的考古發現？按道理來說這種發現應該轟動科學界才對。對啊，或者即便對這個結論存疑，也應該對遺址進一步研究。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相反，公眾對斯蒂恩的工作大加嘲弄，從此以後，他甚至無法在該領域找到工作。除此之外，1個多世紀以前，人們在加利福尼亞泰伯山上的金礦裡帶出來了上百件石頭工藝品，其中甚至還有人類的化石，而根據地質岩層資料顯示，它們都來自900到5500萬年前。基地惠特尼為此撰寫了大量的報告，結果科學機構從未對惠特尼的研究做出任何的回應或者解釋。而就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礦工們在南部非洲從有31年歷史的岩石層中發掘出了數百件小金屬陣，但直到目前為止，科學組織仍然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想要詳細了解這3個事例或者相關考古資訊的朋友，可以參考《考古學禁區》這本書。但是這些證據在由強權機構達成的一致結論面前什麼也不是。所以沒有人指責進化論，是因為大家都不想丟掉飯碗？倒也不是一個人都沒有，很多科學家們其實都在試圖悄悄地暗示。1967年，知名人類學家路易斯·里基就曾直言，根本沒有什麼缺失的一環，而是缺失的無數環。但是我感觉我的真理被推翻了。這只是作者也不一定非要去相信他，聽到之後有一個自己的判斷。對，進化論就真的。作者凱尼恩認為達爾文主義者正像他們推翻的那批宗教人士一樣，將他們的信仰教條化，毋庸置疑。考古學禁區的作者之一邁克爾·克萊默認為，如今的一些科學權威機構正在成為一個實質上的牧師團體，行使着他們工業科技革命時代的前輩們從某個信仰體系攫取來的特權。
它們在世界範圍內決定我們文明的基調和方向。進化論和創造論一直鬥爭都很激烈，但是创造論一直處於下风。十幾年前，哥倫比亞有一個基督徒控制的董事會，要求學校在教進化論的同時，也要教智能設計論。如果大家不理解智能設計論的話，一句話概括就是把上帝換了一種稱呼，一個具有智慧的創造者設計了所有的實體和規則。哦，就是教上帝，其實就是神創論的另一種，神創論的翻版。哦，这個理論是教廷最後的尊嚴，也是創造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基督校董這樣要求，但是很多人表示不願意，認為校董在對學生強加自己的信仰。難道不是嗎？但是一些基督徒也認為，只教達爾文的進化論，同樣也是對學生強加的信仰。我記得之前那個考研的時候就聽那個政治課，就是我們終要被洗腦，別管你被誰洗，你總得選擇一個吧，對吧？你被迫還不如主動去選擇，對吧？我們這種小嘍囉，怎麼天天被人洗來洗去的？對。在討論真理的道路上，從來都不會只是一道選擇題，甚至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一個真正正確的答案。凱尼恩認為，科學的局限性就在於唯物主義，並建立在所有的存在都是由物質構成的假設上，因此它无法解釋人類的意識。而想要理解人類的起源，並且實現科學的偉大理想，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科學的偉大理想？不知道。就是建立一個能解釋所有事情的理論。想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就必須要研究我們思考和創造的源頭。但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至少現在我們還不能說達爾文那套已經沒用。